家人们谁懂啊？大部分买混动的人不到3年就毁得肠子都青了。更绝的是，后悔根本不是因为车子坏了，核心坑点在于他们选的混动系统压根儿适配不了自己的真实用车节奏，纯买错了。关键是没人提前敲黑板提醒，等反应过来，木已成舟，支票签了，贷款办了，现实直接给你一记暴击，想退都退不了。今天咱不玩虚的，直接把本田、丰田、现代这3大混动卷王拉出来 PK， 不搞经销商的套路话术，不整宣传册的美颜滤镜，只唠最实在的工程干货，最真实的用车成本，还有你在 4S 店举着笔即将签字那一刻最该盯紧的关键数据。我会跟你说清楚哪一款混动参数纸上封神，哪款开在自家车库门口最香，看到最后你就懂了。这俩答案能岔出一个银河系，别划走。重点来了，第3个牌子现代给我的惊喜比本田加丰田还多，最后结论直接反转，我自己都没料到。话不多说，直接开唠。先从本田唠起，2026款 CR-V 混动堪称这个级别的坑王之王，很多人看车时直接被绕晕。说实话，大部分人签完字提完车都没搞明白自己买的是个啥玩意儿。划重点， CR-V 混动的工作原理跟你想的混动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用的是俩电机，不是一个，而且汽油机和车轮的连接方式跟丰田同级别车型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简直是天壤之别。用大白话给你们拆解，平时在市区遛弯堵车堵到怀疑人生，跑腿买个菜的时候，你那 CR-V 混动的汽油机压根儿就没连到车轮上，真没开玩笑，他就搁那儿摸鱼当发电机，专门发电，电再供个电机，真正拉着车子跑的是那俩电机。说白了，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你开的基本就是辆电车，汽油机就在后台嗡嗡打酱油，顶多给电池补电。只有开到高速，一个离合器才会锁上，汽油机才开始直接驱动车轮。这套工程设计，丰田是真的抄不来。好处就是市区开着完全有纯电车那味儿，丝滑安静，反应贼快，没有其他混动那种发动机嗡嗡的噪音，也没有那种发动机声音和车速脱节的橡皮筋感，巨难受的那种。要是你每天早上都得堵在通勤路上，这种差别真的太明显了，开第1公里就能感觉到舒适度直接拉满。 CR-V 混动的市区油耗官方标着大概每加仑40英里，约合百公里 5.88 升，高速是每加仑34英里，约合百公里 6.92 升，综合下来差不多每加仑37英里，约合百公里 6.35 升。最离谱的是市区油耗的官方数据，实际开的时候真能达标，因为这套双电机系统回收能量的本事巨牛，只要你一松油门，它就开始回收能量，一点不浪费。它总马力204匹，跟丰田 RAV4 混动参数一模一样，但开起来感觉差远了。本田低速的时候动力更猛更直接，踩一脚油门就有反应，毕竟电机扭矩瞬间爆发，没有任何犹豫，不用等汽油机慢慢醒盹。要是你大部分时间开车，车速都在45英里每小时，约合72公里每小时以下，那 CR-V 混动说实话可能是这3款里最适合日常代步的车，代步档直接冲。但我必须在这儿停一下，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问题我的评论区都被问爆了，我不想为了视频流畅就把这个坑藏起来坑大家，那就是喷油嘴的雷区。有些 CR-V 混动车主，不是所有哈，别杠，已经反馈过直喷系统的问题，进气门积碳、喷油嘴提前罢工。本田没针对这个问题搞大规模召回，不算普遍现象，但确实是实打实的通病，避不开。车主论坛上一搜一大把，像 Edmunds 这种汽车媒体也报道过，而且好几个车型年份都有这问题，不是个例。所以我的真心建议是，要是你想买 CR-V 混动，记得开够6万到7万英里，约合9.6万到11.2万公里的时候，给喷油嘴做个保养，提前做好预算，记在小本本上，别等开了3年被这个问题打个措手不及。这就是开这款车必须接受的现实，没辙。还有一个点，主流评测里几乎没人提，平时屁用没有，一旦遇事能急得你跳脚，那就是备胎，或者说压根儿没有备胎。在这个级别里，本田绝对是最离谱的选手之一，很多 CR-V 的配置版本直接把备胎给砍了，取而代之的就只有一小罐补胎液加一个小小的打气泵，没了，真就没了。你们琢磨琢磨，这在现实里意味着啥？要是轮胎扎了个小钉子，补胎液还能帮你撑到修理厂，但要是不小心压到坑，侧壁爆了，那补胎液就彻底歇菜了，你只能叫拖车，没别的出路，纯 emo。要是你住在农村，或者经常开长途跨城镇，又或者偶尔晚上走小路，这就不是小麻烦了，是真的有可能让你被困在半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打开你看中的那台车的后备箱，看看里面到底有啥。有些配置有备胎，有些没有，提前搞清楚，别等签了字才后悔，哭都来不及。
唠完坑，再说说 CR-V 混动的高光时刻。后备箱空间直接封神，后排座椅不放倒，后备箱有39立方英尺，约合 1.1立方米，放倒之后差不多有76立方英尺，约合 2.15立方米。这俩数据直接把 RAV4 按在地上摩擦。后排腿部空间也明显更大，成年人坐后排跑长途也能舒舒服服的，不只是给小孩坐的儿童座。本田的车内空间设计是真的牛，一坐进去就感觉很宽敞，不挤得慌。科技配置也很能打，2026款 CR-V 混动配的是本田最新的9英寸触摸屏，反应快，界面干净。无线 CarPlay 和安卓 Auto 都是标配，本田 Sensing 安全系统也直接拉满，不用额外加钱。但是重点来了，很多买家听到这儿可能就要打断我了。本田最近真的太离谱，一个劲捡车内的实体按键，全换成触摸感应面板，真正的旋钮越来越少，调个温度都得低头点屏幕。有些车主开着车的时候真的能被气炸。要是你属于那种不用低头看，凭手感就能摸到按键调暖气的人，要是你讨厌开车的时候眼睛离开路面去戳屏幕，那买之前一定要去坐进车里感受一下，在驾驶座上坐20分钟，假装自己在开车，看看这种操作方式你能不能接受，别买完又后悔。再说说价格，2026款 CR-V 混动入门的 EX 版本起售价大概 4.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0.2万元。顶配的 Touring 版本快冲到 5.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6.7万元了。性价比其实还可以，尤其是你每天通勤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区开的话，巨合适。但有2个关于用车成本的点很少有人提，我必须跟你们说清楚，别被坑了。第一，这套双电机系统机械结构比丰田的混动系统复杂多了。虽然本田比上一代车型改进了不少，这是事实，没话说。但长期使用的数据，比如开10年、15年、20年，跑几十万公里之后的表现，还没有丰田那么稳。毕竟丰田混动的口碑摆在那儿。第二，保值率。根据凯利蓝皮书 Kelley Blue Books 的数据 ，CR-V 混动的保值率比不上 RAV4 混动。RAV4 开3年，通常能保住原价的 5% 到 8%， 听起来不多，但要是开5年再换车，这就是好几千美元的差距。实打实从你口袋里少拿的钱，换车的时候就知道有多肉疼了。接下来咱唠唠混动界的顶流扛把子，2026款丰田 RAV4 混动。这台车至今都是同级别所有混动的参照物，说白了，其他混动好不好都得拿它来比一比。但有个事儿，丰田从来不敢放广告里说，今天我必须给你们扒明白。RAV4 混动用的是丰田所谓的 eCVT， 全称是电子控制无级变速箱。重点来了，这名字纯误导人，坑了一波又一波人。我今天必须当场辟谣，这玩意儿跟你们听过的那些烂大街皮带式 CVT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不是那种容易打滑、容易过热、开9万公里就歇菜，把你扔在高速路边叫天不应的垃圾 CVT。丰田才不搞这套忽悠人的东西。丰田这套系统核心是一个叫行星齿轮组的玩意儿，就是一堆互相咬合的齿轮，运转起来几乎没有摩擦力，没有皮带，没有离合器片，正常开的话基本没啥易损件，耐用性直接拉满。给你们说的直白点，大部分变速箱内部零件都是互相摩擦，硬刚磨来磨去就发热磨损，到最后直接报废。但丰田的行星齿轮组思路完全不一样，它更像是齿轮之间的数学配合，而不是零件之间的生死较量。研究这套系统的工程师都说，它几乎是动力系统里最接近自给自足的存在。电机和汽油机的扭矩通过这个行星齿轮组完美融合，丝滑到没朋友。电脑每毫秒都在飞速决策，多少电力多少燃油，给每个车轮分配多少动力，全程悄无声息，你听不见摸不着，只管开就完事儿。这工程设计是真的绝。也正因为这样，日本的出租车原厂动力系统开30万公里还能正常跑，亚利桑那州的租赁车被上千个不同的人霍霍，照样坚挺，根本开不坏。但世上没有完美的车，要是不跟你们说它的槽点，那就是坑你们了。有相当一部分 RAV4 混动车主被一个问题逼疯，那就是急加速时的发动机噪音。给你们说说咋回事，因为 eCVT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没有固定的档位切换。当你猛踩油门地板油的时候，汽油机的转速会一下子飙到一个固定值，然后就一直保持在这个转速，哪怕车子还在一个劲加速，就听见发动机一直嗡嗡嗡的轰鸣。车主们都叫这橡皮筋效应，车子一个劲儿往前冲，但发动机的声音始终不变，就这么嘶吼着，直到你松开油门才停。说句实在的，这玩意儿对机械本身没伤害也不危险，完全是丰田故意这么设计的。但如果你对车内噪音特别敏感，长途开的时候这种嗡嗡声能把你逼疯，越听越烦躁。我问过不少 RAV4 车主，有人说1周就习惯了，也有人说开了5年，每天都能注意到这个噪音，膈应的不行。所以买之前一定要猛踩油门试一把，感受一下能不能接受。
不过话说回来，这台车的可靠性真的没话说，反驳都没法反驳。消费者报告年复一年都把它评为同级别最可靠的车之一，车主的实际使用数据也一直印证这一点。这不是那种会突然给你整个意外维修费的车，买它就是买个省心，你可以彻底不用操心车子的事儿，开就完了。油耗表现也同样能打 EPA 美国环保署给 RAV4 混动的综合油耗，大概是每加仑40英里约合100公里 5.88 升。现实中车主开下来，混合路况大概是每加仑37到39英里约合100公里 6.03到 6.35 升。官方数据和实际油耗的差距小到离谱，大部分混动一离开实验室，油耗就飙升。丰田能把这个差距缩小，真的很良心。说白了，就是所见即所得。不玩虚的，它的4驱系统也值得你们重点关注。丰田在后桥装了一个独立电机，和前桥的动力系统完全分开，没有传动轴连接，这样一来系统更轻更省油，而且在雨雪天气里真的很能打。要是你住在中西部、东北部或者太平洋西北地区，经常遇到雨雪天气，这个4驱系统就太重要了。你不是在车窗贴纸上随便勾选一个 AWD 的标识，而是真的能在天气变差时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再说说后备箱空间，后排座椅不放倒，大概有 37.5 立方英尺，约合 1.06 立方米，放倒之后大概69立方英尺，约合 1.95 立方米。这个数据在同级别里算不错，但不算顶尖。后排坐2个成年人很舒服，短途坐3个人也能凑合。个子高的人可能会觉得头部空间有点挤，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算硬伤，不影响使用。2026款 RAV4 混动升级了丰田的多媒体系统，屏幕更大，无线 CarPlay 和安卓 Auto 都是标配。丰田 Safety Sense 驾驶辅助系统也直接拉满，不用额外加钱。还有一个小细节，听起来不起眼，但对特定人群来说太重要了。空调控制还是实体旋钮和按键，想要多开点暖气，拧一下旋钮就行；想把风速调小，按一下按键就搞定，不用在菜单里翻来翻去，更不用像玩 iPad 一样开车的时候低头戳屏幕，分心又危险。尤其是对年长的车主来说，这一点真的太香了。我经常听这个群体的人说，直到在高速上手忙脚乱戳屏幕调空调，才明白实体按键有多香，这才是真正提升幸福感的设计。价格方面，入门版 RAV4 混动 XLU 起售价大概 4.2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0.2 万元。高配版本快充到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了，不算便宜，但保值率真的绝了。凯利蓝皮书 Kelley Blue Books 一直把 RAV4 混动评为同级别保值率最能打的车之一。要是算一下5年的用车成本，买车钱、油钱、保养费、折旧费，你就会发现 RAV4 混动比表面的售价划算多了。咱说实话，它的缺点也很明显。RAV4 混动的加速真的没什么爆发力，猛踩油门只能说够用，一点都不刺激，毫无驾驶乐趣可言。低配版本的内饰材质比同级别竞品差了一截，就算2026年升级了，丰田的车机系统还是比不上本田。现代同价位车型的质感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但重点来了，买 RAV4 混动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买这台车不是为了追求刺激，不是为了玩屏幕，而是为了省心，每天开着都靠谱，开好几年都不出幺蛾子，安安稳稳代步。到最后你会发现，比起屏幕灵不灵敏、加速够不够猛，这种稳稳的靠谱才是最管用的。接下来就轮到现代了，这是很多人催着我加进对比的牌子，也是最让我惊喜的一个，没有之一。2026款现代途胜混动和胜达混动用的路子跟丰田、本田完全不一样，主打一个差异化内卷，既不用 CVT 变速箱，也不搞本田那套双电机串联混动，现代直接给你安排了一台 1.6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搭配一台正经的6速自动变速箱，再加上一个集成式电机，这就是工程师口中的并联混动布局。简单说就是汽油机和电机一起发力，同时往车轮传递动力。汽油机可不是那种徒有其表的发电机，变速箱也不是什么无级变速的皮带轮系统，是真真切切有齿轮的正经变速箱，开起来的感觉跟 RAV4 CR-V 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正因为有这台6速自动变速箱，车子对你油门的反应特别自然顺滑，你踩油门加速它就换挡，能清晰感觉到档位切换的顿挫感，听起来也跟普通燃油车没区别。对于那些开惯了普通燃油车，觉得 CVT 变速箱怪得离谱，嗡嗡声膈应人，怎么开都不舒服的人来说，现代这套系统上手就会觉得亲切，完全不用适应，就像开着你以前的车一样顺手。而且这台涡轮增压发动机能提供的低速扭矩是丰田和本田都比不了的。这套布局下，起步的时候能感受到实打实的动力爆发，开起来有劲儿，不拖沓，运动感直接拉满。要是你买车最看重驾驶感受，想要踩油门就有回应，不佛系不拖沓，那现代玩的这套跟丰田
本田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较量，直接降维打击。油耗方面，途胜混动的综合油耗大概在每加仑38到39英里，约合百公里 6.03 到 6.19 升，实际开下来比 RAV4 略低一点。胜达混动是更大的3排座车型，综合油耗大概在每加仑34到36英里，约合百公里 6.53 到 6.92 升。这两个数据都不拉胯，在同级别里很能打，但重点来了，坑点藏在这儿。现代这两台涡轮增压发动机想要达到最佳性能，推荐加95号及以上的 Premium 汽油、高标号汽油。就现在这油价，长期加高价油开个几万公里下来，差价可不是小数目，实打实的开销。买车之前一定要把这笔钱算进你的用车成本里，别等加油的时候才肉疼。现代用的4驱系统叫 H-Track， 是传统的机械结构加电子控制，口碑一直不错，应对冬天的雨雪天气完全没问题，能力跟 RAV4、CR-V 处于同一水平，不落后。空间方面，途胜混动的后备箱后排座椅不放倒，大概有 38.7 立方英尺，约合 1.1 立方米，竞争力拉满。而胜达混动直接升级，3排7座布局，把所有座椅放倒后，后备箱空间大概有71立方英尺，约合 2.01 立方米。要是你偶尔需要拉很多人，家里有孩子，经常要拼车，那胜达混动的3排座是 RAV4 和 CR-V 根本比不了的，实用性直接碾压。科技配置上，说实话，现代是这3个牌子里最卷的。2026款途胜和胜达混动都配备了超大曲面数字座舱，反应超快的中控触摸屏，高配版本还有抬头显示，无线 CarPlay 和安卓 Auto 都是标配，还支持空中软件更新，整个车机界面特别流畅，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很高端。但跟本田一样，现代也偏爱触摸感应控制，实体按键比丰田少很多。对于喜欢简单操作、追求触感的买家，尤其是年长的车主来说 ，RAV4 的实体按键还是更有优势，开车的时候不用低头看屏幕，操作更安全、更顺手。接下来重点来了，现代有一张王牌是丰田和本田根本没法比的，那就是质保。现代给这些混动车型提供10年或10万公里的动力系统质保，这可不是营销噱头，是实打实的保障，直接影响你的长期用车成本。尤其是如果你打算开超过6万7万公里，约合 9.6万 11.2 万公里，这个时候复杂的动力系统零件开始出现损耗，这份质保就能帮你省一大笔钱，太香了。价格方面，途胜混动入门版 Blue 配置起售价大概 3.8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7.4 万元，是3个牌子里入门门槛最低的。胜达混动起售价大概 4.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2.4 万元。就它的配置、科技感、3排座选项、超长质保，驾驶感受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有竞争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缺点也很明显，涡轮增压发动机会增加机械复杂度，这是物理规律，没法改变的。涡轮增压混动结合了2种技术，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保养需求。涡轮需要定期换干净的机油，要是忘了给涡轮增压发动机换机油，就会加速零件磨损，而且涡轮这玩意儿换起来可不便宜。不过这也不是说不能买现代， 1.6T 涡轮技术很成熟，不算什么冷门技术，只是比丰田的系统需要你更用心保养而已。在 JD Power 军迪的可靠性调查里，现代的得分一直比丰田低，虽然这几年差距缩小了很多，但还是有差距。说实话，那份10年质保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个短板。现代知道自己的系统可能需要更多维护，所以直接用质保兜底，这其实是车企很真诚的表现。还有保值率，这依然是现代的短板。虽然近几年有了很大进步，但在美国大部分市场，现代混动的贬值速度还是比丰田快。要是你打算开8年、10年，保值率就没那么重要。但要是你习惯3到5年就换车，那算下来，丰田几乎每次都能赢。保值率这块丰田是真的稳。再跟你们唠一个没人重点说但特别重要的点，电池更换成本。丰田的高压电池质保是8年或10万公里，过了质保期更换大概要3000到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 2.16 到 2.88 万元。而且有很多记录显示 RAV4 混动开超过20万公里，原厂电池还能正常用。本田的锂电池也是8年或10万公里质保，更换费用大概3000到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 2.16 到 3.6 万元。现代的电池包含在10年动力系统质保里，更换费用差不多，但长期实际使用的数据还不够成熟，毕竟这套系统推出的时间还没那么长。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当你站在 4S 店展厅里，手里握着笔，准备做一个要用10年的决定时，我给你们捋清楚。如果长期可靠性是你的首要需求，想要一台开10年20万公里，尽量少出问题、少操心的混动，那 RAV4 混动就是这个级别的标杆。行星齿轮系统、成熟的口碑、高保值率、实体按键、贴近实际的油耗，这些加起来就是这个级别里最稳妥、最靠谱的长期选择。这台车适合那些永远不想为车子操心的人。
如果你大部分时间在市区或密集的郊区开，早上通勤全是走走停停，想要最顺滑、最接近纯电车的低速体验，同时想要同价位里最宽敞的车内空间，那 CR-V 混动真的很有吸引力。但一定要提前心里有数，提车之前先确认有没有备胎，别等需要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计划好在 6.5 万公里约合时0.4万公里左右做一次喷油嘴保养，还要知道它的长期使用数据还在积累中，没有丰田那么成熟。如果驾驶感受对你很重要，你受不了 CVT 变速箱的拖沓和嗡嗡声，想要一台真真切切能换挡，踩油门就有回应，低速扭矩足，而且有一份丰田和本田都比不了的质保兜底，那途胜混动和胜达混动值得比现在汽车媒体给的评价更被你们重视。最后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也是评论区里一个特定群体年长车主反复问我的，对于开了50年车只想买台省心没惊喜没麻烦的车的人来说，哪台最容易上手，最适合日常开？结合我所有的评测看过的所有车主数据，还有粉丝们的反馈，答案很明确， RAV4 混动实体旋钮，操作直观，没有藏在菜单里的复杂功能。动力系统经过一次又一次验证，开10万公里以内基本不会突然给你整个大账单。对于很多买家来说，这一点的价值比更好的屏幕、更强的马力加起来都大。但我还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儿，说实话，我没法给每一个买家都推荐出绝对正确的答案。我觉得你们可能比我更懂自己的需求。我们聊了可靠性、油耗、成本、空间、科技、保值率，但有一个变量我还没彻底聊透，而且我看到的早期数据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刚才给你们的结论，这3台混动系统在极端寒冷天气下会怎么样？途胜混动的电池衰减，胜达混动在高海拔地区的涡轮表现， CR-V 冷却系统在沙漠高温下的状态， RAV4 电池组的长途热管理，这些我都在做对比测试，而且发现的结果跟我一开始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评论区告诉我，你们平时在什么气候环境下开车？雨雪结冰、沙漠高温、高海拔，还是沿海潮湿气候？你们觉得这3套系统哪套最能扛住？因为你们这些真实车主在真实环境下的用车数据，比我看过的任何实验室测试都有价值。如果你们已经有其中一台车，而且开超过10万公里了，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下一期视频就靠你们的真实反馈来做，评论区见。